改过自新得犯了多大的错误啊？说说吧，怎么把日子过成这样了？现在算离异对吧？对，离异几年？我们是1998年结婚的，2020年离婚的，现在属于是离婚状态。我们也算是比较早的深漂了。我那时候就想着，我们拼搏了几年了，想买一套房子。那时候我们手里的钱已经够可以付一个首付的了。那他就非不听，然后就是因为没有房子，小孩上高中的那一年，他就把小孩给带回去了。我一个人在深圳，那小孩呢，他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几年就给小孩订了婚，然后离小孩还有3天结婚的时间，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参加孩子的婚礼。那是这么一回事，主持人。您说，小孩是自愿谈的恋爱，那孩子谈恋爱，您做妈的都不知道啊？不知道，他就随口就是在电话里跟我说过一声，当然我也以为他们没有说去怎么样去再深入的去交往，结果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是要结婚了，我就很受不了。我是孩子的亲妈呀，孩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！是，我连故意的模样长得是啥样我都不知道，家庭背景是什么样我都不知道，你就这样让小孩给结婚了，我就特别难受，我心里。是因为这事儿离的婚吗？不是。哦，还不是啊。从给他结了婚以后，他就从来没有管过我们老婆孩子的事儿，胳膊肘总是往外拐的。他挣多少钱都是给他的兄弟姐妹啊，或者是亲戚朋友给他们花了。不管是谁借钱，只要他有多少给人家多少，我们是没花过他1毛钱的。当时是这么一回事，我们两个他也上班，我也上班，他包吃包住，我也包吃包住，攒了一点小钱。在老家呢，我是大西北的，房子都老的不成样子了，土房子。外面下大雨，里面下小雨，所以我给我哥借给他们盖个房子，是这么个燃眉之急。哦，那后来到底为啥离的婚啊？我挣的钱跟他挣的钱都是他管的，结果我妈生病的时候，我就说让他救济一点，3万5万的给我妈看病，他就不愿意，结果1分都没拿，1分钱都没给。是，结婚这么多年，丈母娘生病也不给钱。对，这一气之下肯定离是吧？是。那个时候正好是小孩在高考，我的2个女儿，小的女儿在高考，高考期间呢，我没时间去照顾。反正从常理来说，一个家庭出这么3件大事儿哈，就是闺女儿结婚，妈妈不知道，结婚这么多年财务不公开不透明，然后丈母娘生病女婿不管，就冲这3件事儿，这婚就算离对了。对，3年前就离了婚了吗？怎么还没分开呢？中间分开了1年多，1年多的时候，上大学的小女儿给我打电话来，她说：“妈妈，我在医院里陪我爸爸治病。”我就问他：“你爸爸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我爸爸查出的是肾上腺肿瘤。”我听了就很难受。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他毕竟还是孩子的父亲嘛，那小孩也不能一直不上学，在那里照顾他呀。我说让他来深圳治疗吧，就把他接到深圳来了。然后带着他各个大医院去检查，检查结果就是肾上腺炎，并不是肾上腺肿瘤。我就让他回去，他死活不回去，非要给我复婚，就这样赖在这里不走，自己找了一个网约车在这里开了就。就是这么留下来了是吧？对。那现在2个人还住一起吗？是在一个屋檐下，当时是2个房子里住着。为啥不走了？因为我想着复婚，我以后感觉离不开他了。现在挣了钱交给人家吗？交着呢。说起这个钱的问题，我更生气了。我的妈呀！说啊！他是跑了网约车，也有流水进账，每天晚上呢回来就给我看。我一看他那个流水进账呢，也就是4、5千块钱，不多啊。然后出租房租、出租车租的，也就剩1000多块钱了。然后他确实全部都给我了。但是你看我们开车的人结交的圈子全是开车的，有出租车有网约车的。平时我跟人家说话聊天的时候，人家也猛不丁的说一下，哎，我这个月挣了1万多，那个月挣了1万多，我也很纳闷，哎，你们同样跑网约车的，为什么你们能跑1万多呢？是啊，在我的逼问下，他就是让我看第2个平台，他第2个平台有5、6千块钱在上面，为什么要藏起来这个小金库？他的目的还是想救济他的兄弟姐妹们，还有他的那些亲朋好友们。我就说，咱们是救急不救穷。如果说你兄弟姐妹有生病了，我把他接到深圳来，我拿我自己的钱去给他看，而且我还可以伺候他。但是你说，因为他穷，你们月的给他钱，你给得起吗？你说，你这样养成了他们懒惰好吃的毛病，就这样的。等于马然现在您还在供养家里的兄弟姊妹，是这意思吧？没有供养啊，说简单的就是
结一下燃眉之急。他还败坏我的名声。哎呦呦呦，败坏名声怎么了？怎么败坏名声啊？别哭了，别哭了，那是我一场误会。他呢是这么一回事，这几年在老家里伺候父母，在这里一个人拼搏。不是的，我就感觉啊，我这几十年了，我就是为父母为孩子活的，从来没为我自己活过一天啊。现在我说我应该轻松一下，过一下自己的日子了。有时候同事们呀约我唱歌呀，或者是聚会呀，我也偶尔都会去参加一次啊。就有一次，那同事就开着车就把我送到家门口了，并不是送我一个人啊，是送我们所有的同事啊。当时就被我们邻居看到了，就给他说了，但是他要面子，就是我们离婚的事他谁都不让告诉的。那我们邻居也不知道我们是离婚呀，就告诉他，就说你太太在外面有外遇了，给人家谈恋爱了，作风不正了。我拉着他，我说咱们两个去给邻居说清楚吧，咱们俩是离婚状态，不要让人家误会我。他就非不去啊。最后去了以后呢，他还不讲理，他给人家说我们以前是离过婚，但是我们现在是复婚了，根本没复婚啊，现在不是还离婚状态吗？好，那这个原因是不能复啊。你看钱也不透明，然后在别人污名我的时候，你也没像一个男人一样站出来保护我啊。这不能复，还有什么原因不能复婚？他把孩子带走了呗。我就是因为想孩子，老是吃不下饭、睡不好觉的，这样我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了。我们车队就有一个保安是退休的老中医，他就看着我的气色不好来，就说要给我号脉。我呢，我很保守的，我就说男女授受不亲，我就不想让他给我号脉。然后人家把他太太叫过来了，他说：“哎，我把我太太叫过来了，这样他在这里看着，我给你号一下脉行不行？”我一看人家太太也劝我，是不是？我就让他号了。他号了，结果是你这个病很严重的，我也是半信半疑的。然后我就去医院去看了，我看了2家医院，结果都是一致的，就是说早搏心律不齐，就是一会儿跳一会儿不跳的，高的时候就150，不跳的时候就是0，这是很严重的。那中医也看出我心思了，他就说啊，我有一个妈妈，我们是中医世家，但是我把你推荐给我妈，你找我妈去看病嘛，这样好一点，方便一点是吧？我说我也可以，我就找老太太看病，老太太已经80岁了。这老太太一问我的情况呢，她也非常心疼我，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的。平时又给我煲中药，又给我做那个营养粥，就是让我的身体快一点的好起来。就这样，我就很感激，就认了人家为干妈。慢慢的经过我干妈就细心的照顾我，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了，恢复健康了。我干妈就有一天就跟我说，我年龄大了，不想再生着了，想回老家去养老去了啊。我呢就感觉人家要走了，我们肯定要表一下心意，对不对？送行是不是？就那一天晚上下了班，我是尊重他，把他叫上一起去送行。本身我可以不叫他的。到了那里以后呢，就我干妈跟我嫂子两个在厨房里给我们炒菜呗，然后我干哥就给我讨论我的病情呗。他就想我干哥跟我两个人说话太热情了，当场就把桌子给掀了。你拉倒吧，去了那里让我一手沏这个牛奶，一手沏着一双鞋子。到那里呢，一口一个干哥的叫着呢，谁不生气啊？你去人家家里能空手去吗？人家要走了，人家对我那么大的恩情，我连买一个牛奶买一双鞋都不行吗？最后我2杯下肚，把桌子没掀，我就一刹，我都摔门出去了。不，2杯下肚，跟干哥喝2杯酒，你闹情绪了？就是他一口一个干哥的叫，我心里不得劲儿。人家本身就是干哥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干哥叫什么，人家跟我讨论病情呢，我为他吗？行，这个确实，反正听到这儿就别复了吧，对吧？那今天为啥来啊？就是来听听老师们的意见。行，那我问问啊，你们现在在深圳是吧？是的。退休之后有什么打算吗？2位？退休之后，我们俩意见还不一致呢。我就想让小孩考完大学以后，他想在哪个城市发展，我们就想跟着去哪个城市，他就非死活的要回他老家去，而且还必须让我跟着一起去。我们的北方人有一个传统观念，叶落归根嘛，所以我都想着回去搞一个小小的养殖业，安度晚年，就这么得了。你啥都没有，到家里你搞什么养殖业？您这么着急干嘛呀？他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告诉我。他现在是跟我没关系，但是那一个跟你没关系的人想回家乡搞养殖业，你可以云淡。我不是被他欺负惯了吗？我害怕他吗？他只要说什么我都听吗？不都是？全都是这样的，一辈子都这样过来的。你们听完有什么感受啊？你就是非常能感同身受这个姐姐，就是因为你什么你就感同身受了？不是。就是这个姐姐，她说她老公在外面的时候脾气不好，摔桌子什么的。我觉得就女孩子一定要找一个能够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人，要不然生气的话，真的身体就出问题。你旁边那个行吗？
我旁边那个暂时马上就不行了。你听完我们的故事，你就觉得不行了。马上就不行了。就是他是预警的，预备的，他是。来，男生呢？我就觉得这个姐姐有时候确实是挺困难的，有时候心里面有挺多委屈的。那你觉得这个婚能复吗？这个我也说不好。说说嘛。那你觉得大哥怎么样？我觉得这大哥人挺好的吧。人挺好的，他不敢得罪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老好人啊，对，来，你就感觉那个大姐这块嘛，挺担心大哥的，在他生病的时候就让他过来就照顾他什么的。反观我们这位就是，就没那么用心，我感觉。你旁边那个都没有是吧？反正没那么用心过，我感觉大姐这块挺用心的。哦，从来都没那么用心过。那你得多委屈啊！反正是有点。我觉得这位大哥有些事儿做的还是挺好的，反正比起他而言，我感觉比他负责任多了。就应了那句话。别人的老婆比自己的老婆好，别人的老公也比自己的老公好。哎呀，我首先一个感觉啊，女士，你这个从上场来到现在这个高八度的声音啊，你给自己的情绪那么的不愉快，嗓门那么大，它对身体的伤害，对情绪的伤害，对你生活伤害。我都被他欺负了20多年了。对呀，那你何苦呢？你说你又不愿意跟他复婚，你觉得他一身毛病，跟他在一起尽是受委屈，你还要跟他在同一屋檐下，你何苦和这个男人绑在一起？其实呢，他是刀子嘴豆腐心。哦，不愿意离开你是吧？你吃定他了？嘴里面那样说着呢，心很软的。因为我生病的时候把我那么远的地方接过来。那是人家善良，不代表你就应该在他身边。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想过给他小孩完美的一个家庭。我再说一次啊，你复不婚我不管，但是你说不想被这个婚姻绑架，你就始终在绑着你自己。结婚与不结婚，你都被这个男人绑定。我不去给你建议说你是结婚还是不结婚，复婚还是不复婚，而是你要自己从今天开始44岁了，给自己松绑。先生，我觉得你现在不就是觉得哎呀，曾经经历过误诊的一场大病，慌了，觉得得有个人照顾你。前几10年也没太把他当回事，该干嘛干嘛了呗。现在你觉得离不开他了，我觉得表现得不够，你还给人掀桌子，你还藏小金库，哪像把人追回来的样子？你还人家母亲生病不去床前伺候孝顺，还差得远呢。你我没什么建议，想追就用更多的时间和爱去追吧。一个女人为什么要那么大声说话？为什么要那么大声的连贯说话？就是她是得有多不幸福啊！我就看着您啊，就是您得有多不幸福啊！我先厘清一个事实啊，马大哥，您妻子啊不，你的前妻现在是单身吗？单身。她可以去和别人恋爱吗？不行。她是单身吗？单身。你不愿意归你不愿意，她作为一个单身女性，她可以和别人恋爱吗？她有权利和别人恋爱吗？回答我。有。很好。这大姐啊，您单身吗？单身。你有权利去和别人恋爱吗？有。咱们先把这个厘清了啊，别弄得好像俩人离了又跟没离似的。那天晚上你去跟你干妈吃饭，为什么非得叫着她呀？我又怕他误会我呀，因为我被他欺负惯了嘛，一直都是。他误不误会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一直在他的阴影里活着，一直走不出来呀。你不愿意走出来啊？你不愿意，你愿意走出来吗？你愿意吗？当时呢，他是直说，回答我，你愿意吗？我也是想走出来。马大哥，我就奇怪一件事儿，咱家亲戚有多少根眉毛？燃眉之急。对，你一上来就燃眉之急，一上来就燃眉之急，一年燃眉2次，2根眉毛没了，明年长出来再燃是吗？咱家亲戚有多少根眉毛？再没有了。那你那小金库呢？你说你有多霸道？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一个这么容易满足的一个女人，还给逼成这样。今天在现场不住的呐喊，我不要跟他复婚，我不要跟他复婚。您这大男子主义的大字可真不是一般的大呀。大哥，这个大男子主义啊，早都已经不应该有了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女人都不可能是男人的那个附属品呢，不可能男人说什么女人必须需要做，都有各自的权利。你这样一直捆绑他下去之后，你们2个不会有婚姻的。他一直在逆反，你发现了吗？大姐一直在逆反，她非常的不开心。
你前妻的干妈和你前妻的那个干哥哥，那是他的社交。对，你居然现场不给你前妻留一毫一分的面子，直接上去掀桌子。因为他长期习惯了，没成本。我掀大哥，桌子，你这女人还等于是什么样吗？你等于当着所有的面扇了大姐一个嘴吗？当时我也知道错了，回家以后我给他赔礼道不歉了。是你事后知道错了，是有些行为他就不应该做得出来。哎，今儿不是来出气的吗？您气儿出了吗？现在？我现在没力气出去了。我告诉您啊，你把自己过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就大气儿不敢出，大门不敢出，二门不敢迈的。你怎么了？你自己挣钱养活自己，还给家里面寄钱，然后这个男人对你连财务都不公开，你还守着什么所谓的妇道？你现在是个单身人士，所以你现在所有的痛苦都是你自找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你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包容，都能够原谅，你没有自己任何的底线和边界，你不知道什么叫结婚，不知道什么叫离婚，甚至在你女儿的婚姻上也是这样的。妈是不是得给女儿准备嫁妆啊？啊，是不是亲手得给女儿做个嫁衣呀、缝个被子吧？你穿针引线了吗？穿针引线是我代替了。你凭什么代替呀？请问你，所以我没给他。你算老几？你凭什么代替？是你是我的事吗？我就对女儿愧疚一辈子。你凭什么代替呀？生孩子你疼了吗？就单从这一件事情上，一点都没有把你当人看，连后妈都不如，你还在这忍呢？你不自己走出来的话，没有人能救得了你。大姐，我觉得大哥是改变不了的，所以就看你怎么去选择。我说话说的比较直啊，其实说白了就是在外面也不行，回家能欺负个老婆，就对内的时候特别狠，有雷霆手段，对外的时候碰到什么事儿都躲，扛不起来。您算这样的人吗？有一点吧，有一点啊，我能理解这个。说白了是什么？因为认知不行。我们坐在这儿愤怒，其实在他看来他做的都是正确的。你说他是错，他还不认同呢，这我们叫认知问题。因为认知有局限，就害了你身边的人。那现在4位老师就是想让这个女人觉醒吧？别复婚了吧。如果复婚让您不快乐的话，为什么一定要复婚呢？先生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女人就是一辈子你爱的一个女人，你就想跟她在一起，对，努力追她吧。好的，努力改变自己。来，谢谢两位。